好，鄭麗文要到美國去6月，他說希望見到川普。哦，這邊講最高層，他講是川普啦。哦，那他說希望爭取川普能夠支持兩岸長久的和平。哦，那另外呢，這個鄭麗文說他會支持川普說反對台獨，因為北京的立場是反對台獨，美國的立場是不支持台獨，這中間還是有一些程度的差異的哈。所以呢，這個他支持川普到大陸去說反對台獨。哦，那另外呢，這個因為那川普會不會聽啊？其實跟鄭麗文無關了，主要是他們中美到底談判會怎樣，還有川普自己的打算到底什麼。那因為鄭麗文希望能夠見到川普，那這是很高的一個期待啊。那記者就問盧秀燕，盧秀燕就說支持與任何人想要跟鄰居維持友誼，這樣的話我們都支持，所以祝福主席訪美順利啊。那另外，好了，你要問我的話，我就希望鄭麗文能夠見到川普，而且我相信他可以見到川普。因為今天你如果說不希望他見，說你創造他嘛，對不对？不好嘛，对不对？你也不能說他見不到嘛，那你要對不對？習近平都見了，第二個紀念呢？你自己想，他都見到習近平了，對不对？氣氛也不錯。那川普可以跟習近平見面，那同樣的，他為什麼不能跟川普見面呢？所以呢，祝福他希望他能跟川普見面，而能夠替台灣爭取到和平替兩岸爭取到和平。鄭麗文支持川普喊訪問台獨，民眾黨說只要能夠訪問美國都是好事但是民眾對他好像他都不願意提到底要支持台獨，要反對台獨還是不支持台獨。那鄭麗文要川普表態反台獨，沈伯洋說國民黨想要改變現狀嗎？他也是說他的理論是說台灣現在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只是沒有宣布獨立而已啊。現在不是你現在有不獨立嗎？有沒有自己的政府啊？對不對？有自己的這雖然互不承認主權，但是我們還是有我們的主權啊，有我們的治權啊。那你現在是怎樣呢？你要改變現狀嗎？當然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他的講的歪理了哈。那另外呢，民進黨批說呢，這個用台灣幫自己鋪路說呢鄭麗文是幫自己鋪路了啊。那另外呢，林濁水說國民黨裡面的這個亂鬥先擺平，再去見川普啊。黃國昌說呼籲美國趕快公布第二波發價書，希望美國真心把台灣當盟友，而不是籌碼。因為只第一批發價書111億嘛，一直說第二批發價書會來加起來大概將近8000億但是第二批一直沒來嘛所以呢，黃國昌說取得發價書才能編預算。看一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6月即將訪美，外界還在猜測他又如何闡述兩岸關係時，他先接受彭博專訪，提到自己訪美希望拜會川普，傳達兩岸和平穩定，盼得到川普的認同支持。中國大陸會重申一中反台獨的底線，但台灣不應該成為談判桌上標的。但也被外界發現，國民黨的新聞稿沒提到的內容，就是鄭麗文支持川普表態反台獨，有助於北京建立信任，改善兩岸關係。台灣不管是我們的政府官員，還是政黨的領導人，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在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而不是一昧的去迎合或者是去屈從其他國家的意志或者是想法。雖然沒指名道姓，但黃國昌喊話政黨領導人不要迎合其他國家意志跟想法。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澄清，提供的新聞稿是濃縮版，非刻意省略內容。而鄭麗文原話是：川普若這樣說的話，跟國民黨主張反台獨的立場符合跟支持有語義上的差異。台灣就是現在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管你認為它的名稱是什麼，只要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它就是台獨。所以，如果他認為說叫川普或者要任何人去反對台獨，那意思就是國民黨現在想要改變現狀。鄭麗文的說法，白營有疑慮，綠營也不買單。這個沈伯洋，你要確說現在民進黨認為現在就是台獨的狀況哦。賴清德不是這樣說的哦，賴清德說現在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狀況，所以不用推動台獨哦。但你沈伯洋認為說現在就是台獨的狀況哦。所以你要競選中華民國的台北市長，還是台獨台灣共和國的台北市長？你認為現在就是台獨的狀況嗎？不是這樣吧？你還是民進黨黨員嗎？民進黨自己的台獨黨綱對於台獨是有清楚的定義耶，是要改變國號的耶。你到底認為現在叫台灣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呢？你怎麼可以去和稀泥說，哎呀，不管我們的國號叫什麼，不管我們的名稱叫什麼，你叫沈伯洋還是叫鴻海兒，
這要很清楚的講吧。你到時候選票登記，你可以登記紅孩兒嗎？不可以吧？你叫什麼名字？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可是民进党長期就在置換概念。就是國民黨就是反對台獨，不管是反對法理台獨、事實台獨，或是戰爭台獨，所以民進黨不要去置換概念，說我們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現在就是台獨，沒有，我們現在不是台獨。所以鄭麗文這樣的表達只是表達國民黨一貫的立場，但是民進黨最近就針對這個專訪進行了2個抹黑跟嘲笑。第一個，哎呀，笑死人了，你想見川普？為什麼不可以表達？我不相信這個賴清德不想要跟川普來個電話，我不相信那個賴清德不嫉妒當年蔡英文這個當選的時候接到川普那一個恭喜的電話，我不相信他不想接到，他只是不敢說因為他知道說了也沒有，所以他不說。但是這個賴清德跟蔡英文都曾經說過想跟習近平見面啊。賴清德也說想請習近平吃蝦仁飯跟珍奶啊，我們也沒笑你啊，我們也說有這樣的想法也是不錯的，對不對？你要敢說，見得到見不到那是一件事，但你要敢表達，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本來就是反對台獨，所以我們支持川普也反對台獨，這有什麼不對呢？你自己要選台北市長，中華民國首都的台北市長，結果你說我們現在是台獨啊？請問一下，你到底要選什麼？你跟你的總統又不一樣，你的總統說我們已經不用推動台獨了因為我們現在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搞清楚你們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對於台獨的定義是什麼？我真的覺得民進黨不要再置換概念了。老沈，是的，你認為鄭麗文見到川普的機會有幾%？0。怎麼這樣講？當然是0啊！作為政治評論家，你要敢做判斷敢講就鐵口直斷，要不然來這裡是白領人的通告費，沒錯，你知道嗎？所以你認為不可能，這很難講啊。是0，完全沒有可能，是0，沒有機會。但是呢，我覺得大家還搞不懂。現在你們各位都講了一大堆台獨不台獨的，其實我講的比較簡單一點啦。你像老共是我們的恩人啊，老美啦。老美是我們的恩人，你这個講到殺頭了。不是，老共是我們的恩人，情人那個是親人好吧，既親人又情人，這個是恩人。那恩人從台灣關係法到現在，費了好大的力氣，就是把老共的一中 principle 的第3點，說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老美說，你在講，我聽到了，但是。我不承認了，我跟他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舉一個例子讓大家聽得懂，這就好像飛彈或者是地震，大樓塌了，那我們在大樓底下，所以台獨幾乎是死了，但是呢沒有壓死，因為還有一個空間還在呼吸還在呼吸，我們還在這個台獨分子還在等救難券來救他出來你現在這是老美的發明，很辛苦的。還有這一套，對不對？這個叫 China Policy 就是說，你實是不好啦，但是我製造一個空間讓你穿過，讓你能夠呼吸。現在鄭麗文去了，出發之前先表態你表態是表態跟這個習近平要的表態一樣嘛？有這樣的最大在野黨的主席所以川普一聽見了，你在講什麼？你是敵還是友？他搞不懂，我怎麼能見你呢？對不對？你本來川普的眼中，台灣就是一個桌子上的一個筆而已，你現在連筆都不是了。筆尖，筆尖，你現在連那個都不是了，你到底要我怎麼辦？我這麼辛苦幫你忙，你現在不要了，真的不要嗎？所以鄭麗文有很多，我剛才就跟他講，鄭麗文有很多優點是吳崢所沒有的，很敢、快、敢賭，但是呢，這些優點在台灣派不上用場尤其是在野黨的主席的立場，你用了這些，你變成本來你就搖搖欲墜了，一人治這個武林，你現在這個武林搖搖欲墜，因為你出手了嘛，因為你叫紀凌蓮出手了，你現在要出發又出手了，你這一再的出手，你會是提早。你崩盤的日子的提早到來，我覺得這個不能講，看用什麼技巧了。因為剛剛淑慧講嘛，反對台獨本來就是國民黨的主張嘛。那我作為國民黨主席，你不要去管北京了就是說我國民黨一向是反對台獨的，認為台獨會給台灣帶來災難，所以呢，
就是這樣，我們是反對台獨的。那你川普對不對？如果要講反對台獨，那跟我們國民黨的主張是一樣的，不要說跟北京主張一樣，我就會比較好了。來，沒錯哈，這個因為國民黨本來就反對台獨，國民黨從來也沒有支持台獨過。這個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場啊，自己一貫的說法哈，去附和誰說這個，我是覺得沒有那個必要。我在看哈，如果鄭麗文主席要到美國去，能夠見到川普啊。可能要有幾個，川普要去見你，可能有幾個條件。第一個，你看川普就不管去見各國的元首，都会叫你拿錢來啊，你要給美國什麼好處？現在鄭麗文主席很顯然他不具備這樣子的一個功能。那換句話說，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說2028年啊，這個鄭麗文主義所帶領的中國呢會贏。而且會決定很多在西太平洋的一些事情的話，那當然是有機會了哈。當然我們任何一個黨的我們是現在中國我們講畢竟是最大的台灣的在野黨，當然他去大陸去美國很希望這個去見到美國最高決策的人哈，但是剩下要看看自己的實力，當自己的實力到那個地方的时候。大家會搶着來跟你談啊，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還是要看看最後自己的實力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也是因為大家給他的刺激了，因為最近很多人講說，哎呀，他到美國見不到很重要的人啊，等等，就告訴你什麼見不到重要的人，我希望能夠見川普，也是這個反彈了哈。那我倒希望他到美國去能夠真的見到川普。我也不像老沈這樣唱衰，我認為努力的話，我怎麼唱衰？我講事實，你怎麼抹黑我？我是你是零嘛？零不是唱衰什麼？我們是進不了華府，進不了白宮，那怎麼見得了川普？川普到外面來見他，他為什麼不能進華府呢？賴清德進不了華府，鄭麗文絕對可以進華府，你也可以進華府，我也可以進華府。華府任何人都可以進，对啊，只有中華民國總統啦、什麼外交部長，這個進不去，其他是可以進的，但是進得了華府，不見得進得了白宮了，對不對？但是我告訴你，我也進過白宮啊，我跟白宮幕僚長就見過面，我當時立委啊，就看事在人為了，休了再回來。沒錯。好，因為國民黨副主席季麟蓮在中常會罵韓國瑜，意思就是他呢賣黨求榮。那當然，這個韓國瑜就自己很幽默的 PO 了一個在臉書上，老牛自知夕陽晚，沉默無聲自奮體。我還是很努力的，只是我沒有講話，還是很努力的。那我這一輩子無愧國家，無愧人民，無愧於職責，無愧於黨，無愧於心。然後後來鄭麗文叫他們 PO 一個說感謝韓院長辛苦了，就這樣子。所以我講我這個不夠了。當然，鄭麗文願意來 PO 這是好，對不對？但是不夠的嘛，你等於是在中常會全國這樣都罵這個，都看到你副主席罵韓國榮罵韓國瑜要開除他黨籍啊，讓他不准當立委啊。他開除黨籍後，他的身份就跟李珍秀一樣了他都沒有立委身份了，也沒有院長身份了，就變成這樣子嘛，不分區嘛，對不對所以我才講說，你到底這個季麟蓮這樣做，在中常會大家知道。國民黨中常會以前副主席是不講話的，以前甚至呢主席我去查都不太講話，他每個禮拜有話講，但鄭麗文不一樣，他口才辯捷嘛，他這意見也很有創意，所以他每一個中常會都開放記者講話，但他講完以後記者就出去了，他們內部開會。那這次不一樣據記者講說，要求記者留下來除了主席講話，要聽副主席講話，聽他講所以這是不是安排的？看起來有點像否則的話，主席講完記者就走了那所以呢，我才講說，他後面到底有沒有引武者？如果有，這個人要出來講話，為什麼？當記者問我了，是誰？記者就問我誰？我說我怎麼知道誰？也許他太太當然這話有點開玩笑了。但是呢，如果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引武者，如果有引武者，應該出來說為什麼叫他講這個話？如果沒有，那就他自己主張那自主主張這樣講講就算了嗎？不要處分嗎？到現在為止，不回應，不道歉，不下台，什麼都不做，也不處分，通通沒有，這很奇怪昨天國民黨漏夜你知道嗎？半夜發一個千字文罵我，11點多發出來，就昨天一堆記者打電話來，
說你明天要不要回？要不要回？我什麼事都不知道，漏夜發一個簽字文，哦，立刻回應，哦，說什麼黨版不黨版啊等等啊，因为我認為黨版的這個軍購條例最後應該黨團通過才算是定案。國民黨本來就是這樣，你是在野，黨團最重要，對不對？那黨可以有建議，可以提出，智庫也可以建議，但是最後還是要黨團決定才，這是民主政黨嘛，本來就是這樣子嘛，哦，你現在不是執政黨嘛？那結果呢？哇，這個11點多、12點半夜簽字文回來罵我，但是對於70年到現在無聲無息，好像想這樣混過就算了哦，所以我很不滿，不可以這樣子啊，哦，好吧？這個鄭麗文站韓國瑜任重道遠，說呢，我們是有老同志情誼，不易分化，被誰分化呢？誰在分化呢？哦，不是70年在分化嗎？今天有誰立法院委員有去罵韓國瑜嗎？沒有啊，都覺得韓國瑜這個很辛苦啊，哦。那另外呢，這個徐巧芯被罵說不要親痛仇快，徐巧芯說他已經獲得黃復興的要角，代季凌蓮道歉，跟他不知道誰能代季凌蓮，季凌蓮自己道歉啊，哦，誰能代表他道歉？哦，然後呢，季凌蓮因為他這個說要開除韓國瑜以後各種反應嘛，哦，我也說，要不然就季凌蓮這個開除你黨籍，要不然就你自動請辭。他本來昨天下午2點半要開記者會。因為禮拜三他下午講這個，禮拜三中常委，禮拜四昨天下午通知記者2點半，記者告訴我說啊，今天要開記者會，我說好，看他講什麼，臨時說被取消了，哦，黨中央大概覺得說你再講，你到底講些什麼？越講搞不好越糟，哦，大家都在看你要講什麼，我們看一下。老牛啊，知道太陽要下山了，主人啊，不要鞭打我，我自己會加快我的步伐。放在辦公室，每天鞭策自己的題詞，立法院長韓國瑜如今再度拿出來提起，是用來回應副主席季凌蓮的開除說：打死我都不會相信國瑜兄會做出賣黨求榮的事。如果有這個事，黃復興必然挺身而出，大義滅親，踐行開除國瑜兄的黨籍。前一天落下狠話嗆下韓國瑜，季凌蓮原本30號要出面開記者會，前一刻緊急取消喊卡，待話一出口就像潑出去的水，黨內掀起的風暴難以收拾。這是他個人的講法，我完全覺得是他個人的講法，並不能夠代表國民黨。軍系為主的黃復興系統切割季凌蓮，甚至由退將開唱，要他知所進退，辭掉副主席。那最不應該的是我們副主席、季副主席突然跳出來講這麼重的話。至於他要不要辭副主席是他自己的做法，但他不能代表所有的黃復興黨員。季凌蓮這番話讓黨內對立，藍營地方基層也跟着炸鍋。連線議員徐榮庭發文大罵，德不配位，丟臉至極。作為一個副主席，他應該要為他的言論道歉。那如果黨中央在背後捅刀，黨中央在背後沒有支持我們立法院黨團的問政，我想會讓所有立法委員感到寒心。季凌蓮的失控看似個人發言，但軍購案在黨內山頭角力之下，動機又多了幾分，耐人尋味。元之到底怎麼回事？我是覺得那個季凌蓮副主席他講話太重，就他說韓院長有他前提是說他相信不會，但是如果做出賣黨求榮，他就要開除黨籍。但是什麼叫賣黨求榮嘛？現在他可能覺得韓院長沒有支持所謂的黨版啊，就是3800億加 N 是，然後他認為韓院長跟徐巧芯是支持8000億的版本，但即便是支持8000億版本，為什麼就是賣黨求榮？我覺得這兩個事情是怎麼？而且我看了半天，韓國瑜其實並沒有表態是什麼數字沒有對不對？也都沒有嘛，他只召開協調會而已。他希望快一點，他本來是在前幾天那一次協商，他就希望挑燈夜戰把這個東西遞案，但是因為徐巧芯有提了一個8000億的版本，所以韓院長就說：“這8000億是第一次聽到，那既然是第一次聽到的話，那我們就下次再來協商。那就希望我們黨團可以來討論，大家有個共識。所以韓院長沒有定見，他只是希望可以快一點。但是無論如何，8000億不能叫做賣黨求榮，因為8000億這件事情是老早在我們黨團裡面大家都一直有人提的。因為我幫大家回顧一下這整個事情，這個整個事情最早是賴總統嘛，他跟外媒講說要1.25兆，那當時大家聽到都傻了嘛，就是說哇，這麼大一筆錢到底要幹什麼？然後就希望那個賴總統可以到我們這個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但後來不管怎麼樣了，就是沒有來。那後來國民黨就有一個版本就復委，那在復委的時候就在討論了，那到底是要3500億，本來還是說3500億加 N 還是8000億，那個時候就已經在討論。那3500億為什麼會變3800億？是因為還有一個台美的合作項目，
所以再加了300億，所以才变成3800億。其實這個東西是沒有停過的，是一直在講，一直在講，一直在講。那既然韓院長說那8000億是新的東西，那請黨團再繼續有共識，那所以大家繼續討論啊，這個沒有什麼賣黨求榮啊，所以我覺得那個副主席近年這樣子講確實是失言。那因為韓院長在我們黨內地位很高啦，像我們立法委員很多，他也都幫忙我們，然後大家選他當院長，你一句話就說他賣黨求榮，就說要開除他黨籍，當然不能接受，所以這幾天的反彈是非常激烈。那我是知道黨當然是很希望說大家去支持3800億這個版本啊，因為我本來前幾天都沒有接到電話，在黨團開會之前我都沒有接到電話，所以有人講說哇什麼山雨欲來，我說我沒感覺，西線無戰事，我都沒接到電話，可是我昨天有接到電話，我昨天是有接到黃復興的那個將軍打給我，他說為什麼要支持3800億家人，是因為根據軍方的建軍計劃，通常都是先有需求，有需求之後再去有系統再去跟美國的詢價，美國才有發價書。那第一批是3500億那個發價書來的，可是第二批都沒有，那都沒有發價書的話，那這就空白授權。所以他其實現在黨部是希望我們去支持3800億，是有，可是無論如何，這個就是屬於大家的討論嘛，你不能夠說8000億的就是賣黨求榮，這個大家比較不能接受。智慧。這個我記得從2014年到現在啊，國民黨一直在改革的議題上面呢，有一個方向是希望說國民黨成為所謂的內造政黨啊。內造政党就是一個在野的政党，我們希望黨權哦跟這個核心哦是在這個國會裡面，是在民意代表裡面哦，因為這樣子哦，這個政黨會跟民意比較能夠接軌哦。因為過去的國民黨啊家大業大啊，然後一直被大家說宮廷政治啊，以黨中央為首啊，黨中央可能跟民意有落差哦，所以這幾年來，國民黨也是主要的戰力一直都是在立院的黨團哦。那我們相信立院黨團的專業，我們也依靠立院黨團的戰鬥力哦。那回到說今天這個軍購預算，這只是眾多立法院要處理的其中一筆特別預算而已哦。如果這樣一筆的特別預算黨中央都要說要有黨版的話，那請問一下，其他的各式各樣的政策那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回過頭去問黨中央說，請問一下，那我們这個政策我們要怎麼辦呢？請問一下，這筆預算我們要怎麼辦呢？那這樣子，立院黨團所有的立法委員他們的獨立性、專業性，未來要怎麼辦呢？我記得2019年有一個同婚法案的表決，那個是涉及國民黨基層非常重大價值觀的一件事情。國民黨基層那時候也說，因為那時候2020要選立委，國民黨基層也說，誰敢投同意票，就開除誰。但是那時候國民黨還是讓立委自主的去投票，尊重他自己的價值判斷，跟尊重他自己對於這個法案的這個的決定，所以還是有7位立委去投了同意票。即便說跟國民黨傳統的這個支持者覺得有一點價值衝突，最後吳敦義主席也是說，既然沒有事先規定的話，就不能做黨紀處分或是強制性的要求啊。連這樣一個跟國民党重大價值觀可能覺得有衝突的這個一個法案，國民黨都沒有去強迫立委要怎麼樣那結果這個一個預算，一個特別預算那為什麼不去尊重已經委員會的委員有提出一個版本？然後其實不管是3800億加 N， 或者是8000億，說穿了，其實都跟民進黨的1.25兆是不一樣的，都已經有達到嚴守荷包的原則了，都已經把民進黨私心自用的這個預算拿掉了。所以我觉得沒有那麼大的衝突，沒有那麼大的差異，需要到喊打喊殺，需要到說用這麼重的話賣黨求榮，所以那一天才會有這麼多人去聲援巧芯或聲援韓國瑜，並不是說我們在這麼拉黨結派在選邊站，不是的，是覺得其實為什麼要用這麼重的字眼去講這個？不要忘了上一次我們決定對自己國會龍頭出手的那一次，結果沒有太好的結果下場。休息一下再回來。這個